6年了，我们终于邀请了25位小伙伴来工作室。这个好像是工作室，非常荣幸，然后在这儿跟大家见面。这么多人围着我说这句话。哇，我真的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其实这几年后台我们经常收到很多小伙伴想来工作室参观，想来这儿体验一下的评论或者私信，甚至在工作室楼下啊，我还陆续碰到过几个读我们的小伙伴。所以开放日 Open Day 这个活动很早就躺在项目板里了，中间甚至我们还发了预告啊，也定了海报。但之前2年的情况大家都懂的，推着就到了2023，正好我们也搬了工作室3.0，空间大了很多，就马不停地开始策划。一开始我们想的很简单啊，你发个地址叫大家来玩不就 OK 了吗？但真一执行啊，太复杂了。首先就是人数问题啊，毕竟只有600平啊，到底邀请多少人啊，能够让大家既不拥挤还玩得开心呢？啊，经过反复测算啊，内部规划行动路线，最后得出20个人是最舒服的。所以啊，公告第1版我们就写了邀请20个小伙伴。从这第1个环节开始，我们就意识到啊，服务好这20人并不是个容易的事儿。我们又开了2次策划会啊，比如这人数定了，后面人员怎么抽选？啊，为了路程安全和成本的考量，最后我们确定啊，本次就以武汉以及周边地区为主。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，公告发出之后，我们看到一些小伙伴啊，在问卷中写到啊，小白抽我就马上订票啊，这种外地小伙伴的文字时，真的非常感动。我们还收到了一些厂商工程师小伙伴的问卷啊，还有写大几百字小作文的，还有一些来不了也要专门写一下问候的。截止到问卷关闭啊，最后竟然在明确本次活动以武汉为主的情况下，还有超过1000人报名，哇，那种得到认同的感动真的让人太开心了啊！最后呢，我们又扩充了5个人，之后我们又定制了更精细的时间表和动线图，最后大致分为了欢迎签到啊、装备体验、场地参观、福利抽奖、分享 QA、合影欢送这6大环节。各个环节、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人负责，每个区域带大家体验什么玩什么啊，运营组准备什么个人礼物啊，中间环节的抽奖礼物有多少个备份等等等等都要演练好。我们还设计了纪念徽章、引导牌啊，这个引导牌没经过我的确认啊，确实有点丑。还有大家来了，在哪儿拿水，在哪儿拿零食啊？因为人比较多嘛，啊，各个细节我们都做了动线模拟。当天天气比较热啊，我们运营小姐姐非常细心啊，等大家到来前15分钟才把水从冰箱搬到签到台啊，这样大家到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喝冰水了。当天来的小伙伴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？我自己负责当天比较核心的场地参观和 Open Day 分享。好了，正片才刚刚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小白测评 Open Day 记录。Open Day 的项目吗？是吧？对，是的。第一次搞这种事情，我还在准备这个分享会啊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老改。要不明天上午咱再录吧。现在距离开始还有1个小时，我专门设置了一个扫码签到，就一扫就 OK 了。我们准备了最新发布的很多机器，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相对简单的一些测试的这个设备，然后大家可以简单体验一下，就是我们是怎么测的。哎，这个来。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小开箱啊，就是我们给小伙伴们准备的一个小礼盒，小米手环8 FC 版，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贴纸，但是这个贴纸是很早期的了啊，包括我今天穿这件衣服都是我们几年前做的，然后我找了半天，这个其实是一个错版，当时打版给我看的。它其实有点歪。Panda 的充电器和数据线，它这个支持8K 和双 4K 的这个输出，而这个小电视很可爱，插在桌面上用。闪极，它这个1万毫安时的充电宝还是挺火的，白色的我也特别喜欢，这是我自己在用的。还有一个啊，这个推近一点看啊，正面是我们的名字，然后下面有 Open Day， 然后后边呢，是豆张扬和我们下面一个日期啊，这个日期是我们这间新的工作室启用的日期。然后我们这次还准备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，然后在过程之中玩游戏送给大家。T 恤其实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WWDC 带回来的，这个 Apple Park 的纪念 T 恤有2件，还要给大家送一台手机。当然，这个手机的问题也非常刁钻啊，这个我们运营小伙伴说，我可能都不知道啊。Hello。
我进来的时候好紧张，像结婚一样。我靠！我们现在 B 站有多少粉丝啊？这个好像是第一个举的手，他先举的手。287.9万，没有说的。听到有一个人说出最准确的年龄。OK。我们数据库续航测到死的第一名是谁呢？我怎么都是第一排？我靠！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，就是我们这次全新制的一个景，叫这个矩阵。大家看到了，就是我们这里全是一个全明的这个设计。大家看到的一些新的一些比较亮的那种景色，这个置景都是在这儿拍的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就是这个空间它是多大的面积。好，举手回答，举手回答。12平。中间这个小伙伴，90整啊，90整。90.8，因为我们这个通道的部分是比较挤的，所以说大家一会儿的话注意安全，好吧？这是我们那个整个的这个工区，然后我们这次所有的这个命名都是来自于那个《黑客帝国》那个方案，然后哎呀。太好了，大家都知道是吧？不用我说了，就代表了这种比较未来啊、比较科技的这种感觉啊，听着可能稍微有点中二啊。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器材或者说对各种东西想了解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制作组的小伙伴也都在这儿，可以跟他们交流。然后这个背景墙啊，大家可以站在这边，这个比例就是跟电影院的比例是一样。比如说你去看那种宽幅的，当然现在电影院它是那种上下打的比较开的那种。如果你看11:9可以完全铺满，当时设计的时候它是跟我们的视频比例是一样的。他还做了几个手势哦。OK， 好，行，好，现在啊，来，让你现场感受一下啊！我操，这么多人围着我说这句话。好的，我是荣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不用，关注小白测评，你的数码科技工具人。哇，可以。按需购入，不创造需求。完了，说反了他。我们今天好像来了一个女生小伙伴，是吗？啊，对。你就在对面上班。大家一定要给小白测评点赞投币哦！我们的这个机房还有就是财务室啊，但是它里边新品太多了，所以得锁上。对，100万，真的100万，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不止100万啊！这边也这个暂时不能对大家开放，因为这里面是对新机的测试都在里面啊。然后这边是我们平时小伙伴们吃饭的地方。非常荣幸，然后在这儿跟大家见面。今天这个分享呢，主要是分成这个3个小的这个环节，在我的这个 keynote 里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一个发展路径。最早是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？有吗？在学校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太狠了！我高中的时候都没干这事儿啊。这个是当时那个全景，这是我一个视频的一个截图。2015、2016的时候啊，那时候还不戴帽子啊，头发还很好的。第1期这个视频，这个是我们动画学院。那个花园的一个长凳上面，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，就那个时候玩那个魅族的 MP3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折腾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。12平米，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，三星的一个微单，然后我买的还是2手的。这个屋子就4件东西，门一进来就是床、剪辑的那个电脑那个桌子，然后这个就是拍摄桌子，就这么大。这应该是16年的时候拍摄的一个小的置景。OK， 现在抽奖，马上啊！就这里边有多少台手机，现在开始数。那个时候是非常狂热的，就是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累，每天就睡4、5个小时。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，就是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。其实很多小伙伴，他在大学的时候，还有在
进入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找不到自己热爱的一个事情。估计在座的小伙伴应该也有这种感觉，你干什么都感觉特别累，对吧？哎呀，没有什么兴趣，可能你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喜欢、真正热爱的那件事情。今天有点紧张啊，昨天预演了2、3遍，然后但是可能看到这么多人坐在这儿，这个离我这么近，太紧张了。找到自己的热爱真的非常重要啊！大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热爱。年纪最小的，0几年的，杜特。我操！我靠，05年刚高考完，我靠，还没出分呢是吧？那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然后这张照片呢，就是我们往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室里面去搬桌子和椅子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40平米，瞎折腾啊，就是拍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那个片子好像现在还有没有啊？就是我们曾经还做过奶茶的体验呢。我们当时设备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差嘛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空气净化器，然后它是可以吹风的，然后我们就对家的那个小伙伴来去我们那个时候的19年的时候那个工作室玩。到20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找到自己内容的这个节奏了，就是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。我们的团队结构是有内容模块，算上实习的小伙伴应该是有27个。然后电商模块我们是有40人左右，它在这个深圳的关外，就你看这个楼大概有2层那么大。我们定调呢就是3天物流推货，强调品质。二手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本能的是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的，它不是新的嘛，专门有质检的这个小伙伴，这个工作室启用的时候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。基本上是由3组人来去负责出来这样一期片子他在内部大概要经历5到7个人吧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具化这个事儿呢？最重要的一个点，才华不够。我对于我自己的能力的判断，还有就是我对于我们团队这个能力的判断，就是我们的个人属性是非常低的，就非常弱的就比如说小何、小泽，还有就是 Apple 那个彭总其实他们的个人属性都是非常强的，包括这个那言老师，包括 Team， 他们都是说白了就是他个人魅力很强，他们的聊天就是很有感染力的比如说彭总，他是一个思考的就是特别深度的一个人，他讲东西就可以给你讲的，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，不管这个观点对与错，但是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思考角度，很幽默，然后或者说这个玩的东西非常专业。我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个人属性，有很多这个武汉的，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有，就是做这个自媒体，然后他们来武汉出差，或者说专门来找我们交流的时候，其实我说你要跟我们交流的话，我只能分享给你我们的体系化运营的。说白了就是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点。我说过一个话，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就是说我们就是一群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儿，只是把这个事儿做得比较长，然后做的体系化了一些。其实数据这种事情并不是特别的难。它的门槛在哪儿就是工作成本，或者说你建立好一套测试流程之后，你马上就要把它跑完，对不对？这个跑完就是2天48小时的时间，1到2个人你就不能动了。数据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你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变量，这个是你需要思考的点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是比较平淡的，相对于其他家的这个视频，或者说相对于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视频吧。总结完了之后，我们思考了一圈，我们想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向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路，就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频道做成一个工具化的频道这个就是第一个点。就是我们的测评内容是有支撑的。打个比方，你们还没买这台机器呢，说你要看一个网上的一个体验、一个分享，这个机器怎么样？比如说你重视续航，我跟你说这个续航感觉还不错，感觉还不错是多不错，对吧？你觉得它还行是多行？它没有一个量化的、一个直观的一个标准。那么我们去做的就是这件事情。那公众号你点开文章，它是一个图片的形式，然后那个还被黑客攻击过，记忆中呢应该都有个7、8次吧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小程序，一个比较简易的，没有现在这么完善我们攻击我们的那个后台那个服务器，然后都有记录，我之前都发过微博，然后它会给你搞特别多的那种虚拟访问，然后让你的服务器瘫掉，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查询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。性能我们都分成了特别多模块我们即将就是上新品，从内容到小程序，我们全部都是做的非常的工具化的。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个人属性这个人魅力也不够，这就是我们最后为什么去选择这条路。我们一直把自己比喻为一个锤子嘛，因为比如说你要砸一个钉子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会找一个花里胡哨的锤子，对吧？什么样的锤子，它只要是锤子都可以，甚至你拿个板砖也可以，对吧？可以把它砸进去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锤子，就是你的科技数码生活里面的这个锤子。当然来了，最后肯定要给大家抽一台手机的B 站频道迄今为止播放量一共是多少？2亿，2亿一次5亿，9000万，好，猜了个小的，太看不起我们了。3.5亿，2.66亿，3.5亿。
我们的整个 B 站到目前为止总播放量是4.3亿，就是那位小伙伴。他刚才回答4.2亿。我们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彩蛋啊，刚刚结婚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结婚照啊，这个是没有发到网上去的啊，这个当时有很多这个圈内的这个小伙伴对来那个参加。那我就好奇，就是这样一个自媒体的发展，那它支撑着这么多的支出的话，那绝对有很多的知道的只有一个什么微博，还有。B 站好像就很少了，关注我们还不够深啊。它大概是有3种这个盈利的方式，纯流量变现，还有一类收益呢，就是电商，大家可以这个发现，就是很多 UP 主他都有自己的淘宝店啊。另外呢就是恰饭了，就是恰饭视频，对，比如说我们频道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也不带小白菜，其实你前面的内容我是不 care， 我不管你的，我会说一句它当下的一个优惠活动是什么。性能这么强有没有必要？就会越来越细分不同的这个人群，大家眼里相对专业的人都用手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影像确实会对大众的这个需求市场产生了一些变化。普通的大众用户不在乎这个影像的，它这块业务也会发展的很好。X90、iPhone 14、小米13，很好的手机，根据这个需求来去决定的。请问，作为一个真正体验过 Vision Pro 的，您就是它的这种对未来的趋势是怎样的呢？它主要是有2个东西让所有的体验它的人都觉得太屌了，太厉害了。第一个东西就是它交互，你不用管你手放在哪里啊，背后那个太过分了，你这它可以精确的知道你在看哪个字母。您对华为的产品有一些什么自己个人的？那个没有，下面没有小米的小伙伴吧？没有那个 OPPO 的 vivo 的，它有很多东西是做的既好又稳的。大家注意听我这个词，等它连得上的时候，它确实很爽，对吧？但是它如果连不上，那你就等于没有。甚至还会给你造成额外的功耗的负担，然后更麻烦。多屏协同啊，它的 Share 啊，这些功能是在做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。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量血压的那个表，这样的分析是跟这家公司的底层成长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它比如说有非常强大的通信业务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专门背个书包过来了是吗？你看这个放的太深。2、3。周在不周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。如果明年你还有幸被抽到的话，再次跟大家见面啊！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在下雨，我买了雨衣到了，然后大家先拿着吧，这些都是给大家准备的，都是给大家准备的。拜拜，本期视频1键3连，每期都3连。拜拜。OK， 今天还是感觉非常圆满，非常成功啊！大家都非常的这个 happy 啊！刚才我们也是2波小伙伴啊，一波呢是送这个大家走，然后另外一波呢赶紧把这个场地给收拾出来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投入后面有几个产品的这个拍摄了，还是非常感慨的啊！这是第一次啊做这么近距离的，然后线下的这个交流，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积极啊！一开始我真的是很紧张啊，我感觉比我结婚的时候马上要登台的那个心跳速度都要快。跟大家一见面啊，大家都非常热情，然后大家非常 happy， 然后我那个紧张感一下就下来了，然后特别感谢，我们也给大家发了很多福利啊，这个抽手机啊，抽 T 恤啊，总之非常感谢。可以的话，我们每年都搞一次，邀请一些小伙伴来我们这儿玩。OK， 差不多就到这儿，我们马上要开始新产品的拍摄了，拜拜。感谢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他也做了几个手势哦。可以。